哈，大家好，我是兔兔，在这里向屏幕前所有时区的观众朋友致以新年问候，祝大家2026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在这里呢，我也想简简单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即将翻篇的2025的一些感受，同时跟大家一起跨个年。今年国内不少大事件都跟四川有关，它未必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的舆论主场，但确实像一个台风眼，比如江油事件、小米车祸、户子被封、焦作漂泊、有信书店等等。然而就在前几天，连自贡骑手也都抗议起来了，看着那个视频画面，听着自贡话，都把我看笑了。我也转一下我的朋友，但是真的是比赛了，我说话。可以，明天又上头条。上山要的就是我效果。哎呀，你说你那2天不接单，那就商家去了啊！我专送的没办法的。此外还有个别不便细说的，反正懂的都懂哈。当然这其中并非都是四川人，但是故事发生在这里。其实今年我最关注的人是户子，而他被全网封杀，自然就成了我眼中的新闻大事件。其实关于户子的评论，我之前呢发过不少。有人说我已经是户学入门程度了，而且我还在 AI 的教学下学习了用 ESP32 设备做护城风机器人。好像我确实也是成了一个在户子被封之后还坚持不断重复不正确历史记忆的人。之前的视频当中多少是揶揄过户子的，说他是安卓公知。虽然它不如多年前的正版公知，但这其实也只是一个相对论而已。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什么意见领袖，是整个时代的整体劣化让户子如此闪耀，以至于有人说什么户胜千古。毕竟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组队呼唤大哥，期待文革了。所以说是整体的舆论氛围跌穿了下限，无需圣人出世，在黑灯瞎火里拿个小手电就会被当成灯塔。官方说户子之恶在于用2分法挑动社会对立，不可能不封。但客观上来讲，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它就是存在的呀。如果说户子话语不能挑明，那芳华新解也能有出路，不是吗？除非这片土壤整个消失，整个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户子他就像《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多少是有些无辜的。我也为他的遭遇感到遗憾，感到不平。所幸封杀户子还有后来人，今年我们看到了无数个户子的重生。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棒打娃娃。为什么现在11点多了，你还在外边送外卖啊？是因为什么呢？赚钱养家啊？赚钱养家。那我重新问一下，咱们11点送外卖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出去看风景啊。看风景，对，就是拍拍照片，看风景啊。看看网上的这个风景啊，那你太好了，行，那您辛苦，好，您继续看风景吧，拜拜。总之，2025户子虽然晋升了，但是我觉得愿意说话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不能说是受到户子的精神激励，不如说是他的经历提醒我必须更多更清楚的说话，否则退让也只会一退再退，空间也只会一缩再缩。这一年泰国和中国有一种很微妙的量子纠缠，年初骂泰国，年末谢泰国。泰国开年可以说拿到了地狱级剧本，王兴事件之后就是嘎腰子之说，那简直了。很多网友公开私下都问我，就是泰国还安不安全？我说安全，我就被骂了，说我收了泰国政府的黑心钱。我说不安全，他们又质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国？在这件事情之后呢，缅甸地震波及曼谷，泰柬边界爆发冲突，总理佩通坦的录音门事件遭解职，王太后是立即逝世。11月泰王首次访华，刚结束回来没多久，战火又起了，一件接一件，不带歇口气的。这一年对于身处在泰国的我来说，有一种处于第2风暴眼的感觉。但老实说，我作为一个外来客，再加上语言不通，这些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其实懵逼感是大于震撼感的。而且回忆起来，这些事情好像也没有对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也没有深入去了解。然而
就在泰国轰炸柬埔寨园区的时候，一夜之间真的是风向全变了。然后我就看到了好多感谢泰国的名场面，这种神级口碑反转，简直把我震惊惨了。我仅代表我个人感谢泰国政府对柬埔寨某某园区进行了轰炸，我非常的感谢泰国政府，谢谢你们。泰国这个地方，就个人而言，没去过，也谈不上喜欢。但是这次轰炸柬埔寨园区，我代表我个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正义之举。我还发现有人把配通弹和战争画面、军事行动剪辑在一起做成视频，仿佛是他指明了方向。มีกินมีใช้มีเกียรติมีศักดิ์ศรีไปพร้อมๆกันค่ะ 抛开事实不谈，其实我挺能理解这种荒诞场面的，因为人们太渴望一个正常政府了，能够拯救陷入水火、陷入困境中的本国居民，而恰巧泰国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成为了被感激的对象。然后我还看到网上有人说这是新东方巨龙，这让在泰国的我情绪挺复杂的。我现在是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在泰国，当我在网上看到中国人说感谢泰国政府救了他们，感谢泰国政府保护他们，难免会有一种悲凉感吧。这个事情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舆论失控，也是一个提示，就让我想起了武侯祠明对联：不审视即宽严接物，后来治蜀要深思。再不听民众的呼声，泰国军队搞不好都要成王师了。这一年 AI 领域的大发展，其实也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震撼。就比如 Gemini 图形升级、Sora 2的推出、Cloud Code 的生产力及进化，还有国产豆包在语音识别、手机智能体方面的表现等等。其实一开始我是有些后知后觉的，就是年初的时候我用 AI， 但是用它的话更多就是一些简单的对话，让它来翻译啊等等，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 AI 已经处于一个质变的时代。直到年中的时候，我开始尝试用 AI 编程，哇塞，才猛然意识到未来已至。当时我不是也做过一期视频分享吗？我用 Cloud Code 用自然对话的方式就开发出了一个非常适用于自己的小工具，有一种自身限制突然被打破的感觉。以前没有代码，没有技术，很多事情真的是无解的。即便你说可以上网去搜教程呢，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基础的人来讲，这一步很难，就很容易会卡壳的。但是现在 AI 真的开启了很多的可能性，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解决之路。就在那之后呢，我也陆续的开发了几个小工具，比如说转字幕工具、文档整理。就在前2天，我还成功用 AI 做了一个电报留言机器人。虽然说功能很简单，但是这个在以前对于我可是不敢想的。然后最近呢，我可能会想研究一下智能问答，因为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先保个密。还有在剪辑方面，我也开始用 Gemini 做中插的图片。上期视频大家应该有看到哈。至于 ChatGPT， 我最近很喜欢跟他聊天，开启实时对话。希望大家在2026年不管经历什么，都能保持一颗自由而坚韧的心。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活得真诚而坦率，像兔兔一样。目前的话，我是购买了3大平台的会员，所以我的钱包也是在大出血。当然，我个人而言，觉得这也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它真的可以拓展我的能力边界。那如果说2026我有什么期待的话， AI 肯定是其中一项。这一年主要的时间都待在泰国，期间也有周围走一走、转一转，主要就是在适应各种新的环境，过得很匆忙。但是呢，这个主基调是快乐的，所以这1年的时间并不觉得累，很愉快。然后我平时比较宅，在有限的出行当中，我还是很多时候感受到了被当地人帮助的这种温情时刻。那说起快乐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4月份的泼水节，那几天我过得非常开心投入，也是我近几年来过得最愉快的一个节日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悟出了一个主动者幸福原则，就是
我发现你越是打开自己，这个世界回馈你的就越多。那种因为被看见产生的连接感，它就会像是滚雪球一样不断的扩大。也正是因为在这里的这些感受，逐渐带领我脱离了一种营学思维带来的焦虑感。众所周知，不好意思，我平翘舌发音不是很准。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呢年中年末赢美国赢了2次，但是在泰国输赢不重要，哪怕是经常输的人，他也可以活得很有尊严，也可以收获同样的幸福快乐。在这里收获幸福感和物质基础并不是强关联，所以我经常会被一些很普通很平凡的瞬间感动，然后就会感叹哦，原来快乐，原来幸福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也是我在这里有限生活的最大收获之一。当然，我希望明年我有更多的收获，更多的感悟，也希望我能稍微自我突破一下，跟本地社会产生更多的连接。OK， 那么到这里也就正式跟2025告别了。然后把那些没说完的话、没走完的路、没来得及消化的情绪都打包带进2026年。兔兔由衷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和家人身体健康、幸福、诸事顺利，不被噪音带跑，不被恐惧驯化，变局中保持清醒，在不确定中仍然对未来充满期待。